日本的，我的那个家特别小，就大概7个平方米，自己租的是吧？对，还很贵，3-4千块钱。7个平方米，3000块，3-4千块钱吧。我住了就1年半，3000不是，山前有44棵是色死了山后的44。有机会大家自己试。这段给我剪掉。包贝尔在找一个男团，你要不要去？然后我就那么一瞬间，我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说经历分享，荣幸啊！这个 vlog 请大家看100遍。阿汤的 vlog， 小汤微访谈，吴海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汤微访谈。今天来到我们 vlog 的是吴海，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海。好，欢迎小海。刚才我跟小海完成了这个金榜的直播，是，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 CI 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vlog 来帮大家解答一下。想听小海讲讲在日本的时候的经历，然后这段经历让你成长了很多，然后那些困难的时刻是怎么排解情绪的，这个我也很感兴趣。我对出国留过学的朋友们，就是有一种由衷的钦佩，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啊，就是如果一旦待的时间很长，就那种异国他乡的情绪，你会很容易自己心疼自己，自己可怜自己。所以而且你应该也是单打独斗为主吧？对，但那段时间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呗。我在日本待了接近2年的时间吧。去的时候是18岁，刚刚成年；回来的时候是20岁。当初为什么要去日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不太甘心因为如果不去日本，我就要继续读高3嘛，然后就正常的路，就正常的路就开始走了，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孩子一定要走这条路。但大家知道，如果要去读高3，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没有办法。当然我会放下舞蹈，对，我成绩其实也挺好，也已经有好的学校都看上了，然后也能考上，然后当时也有工作了，然后。但是我心里有一个东西一直放不下，就是我知道如果这1年我不跳舞，我可能要花2年的时间再捡回来。因为跳舞这件事情就是3天不练就会生，它跟其他的艺术可能还不太一样，它需要肌肉记忆，你1年不跳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很狠的决心，我说那我没办法，我可能我不能高考，我一定要去学舞蹈。我想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把我的专业先拿下来，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然后去日本呢，其实也没有我想象的一帆风顺，其实我想的可能就是去，然后找一个学校开始学舞。结果发现去了之后，所有人都比你跳得好。所以你不是联系好了，或者是全部 settle down 以后才去的？其实是突然一下的想法，但是你自己以为你已经全部搞定了，然后但你到了那个环境，你会发现啊，还有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包括语言，包括不认识的人。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之间都会有那种社交恐惧症，那你跟外国人之间更有社交恐惧症，因为你们文化也不一样。对，所以才去的时候我又不认识中国人，那边的中国人也不认识日本人，而说实话，就是真正的比较日本的日本人他更害羞，他比中国人还害羞，他更不会跟你说话。所以我没有朋友。然后开始的时候，然后那边的每一个小朋友都跳得超级厉害。真的吗？10几岁的小朋友一出来就秒杀你。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然后同样的也是背负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压力，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放弃了高考，我去日本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会给我抱以很大的期望。然后那同行的人也会觉得，哎，吴海都跑去日本去了，那你回重庆你一定得是什么样子啊，不然你回来干嘛？其实反而这种压力就让我没有办法往前走。我有一段时间就很痛苦，我还给我日本的老师发，我说我发现我什么事都做不好。我真的觉得我跳得好烂，然后他也很晚，那个凌晨3点跟我发说，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意那么多话呢？你为什么要在意那么多人对你的舞蹈的看法？你跳舞难道是在为别人在跳吗？你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扪心自问，我发现我其实是在为别人的想法在跳，我在为我父母的想法，我父母希望我跳得好，能够有饭吃，所以我在为他们跳。我在为我朋友跳，因为我朋友对我的期望说我已经去了日本，我一定要怎么样回来。所以我发现我前半生的跳我都在为别人而跳，我没有真正的在为喜欢就这么简单的2个字在跳的时候，我反而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我想清楚了，我回了一趟国，我在国内待了可能15天，调整了一下，然后我再回到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大变，就是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人大变，整个人就 change， not 大变，
然后我朋友也会说，为什么你突然好像跳得更有感觉，更轻松了，然后更自在了？就其实就是放下心里的一个东西。是在那个日本的，我的那个家特别小，就大概7个平方米，自己租的是吧？对，还很贵，3、4千块钱。7个平方米，3、4千块钱吧。我住了就1年半，就在那个7平方米，下床就是门，就相当于这里是个床，你走下来门就在你对面，然后旁边有个柜子就没了啊，冰箱在外面，公共的。是不是因为你租了一个离那个市中心比较近的？也没有，都还很远。就我这个房子离我要去跳舞的地方还得辗转40、50分钟，还要换两3根线。所以你就等于每天住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然后通勤还要将近2个小时。对，我得先走个20、30分钟到车站，然后从车站换2、3趟路，然后又再走到那个工作室的地方。所以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整整1年半，每天，基本上除了我在国内的时候，每天我还要得去我的日语学校。那一次回过中国以后，就后来的那连续的1年半没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了，就觉得是自己在为舞蹈的这个追求拼命。对，慢慢就融入那个环境了。慢慢你身边的那些日本的朋友看到你跳的，哎，这个中国的人为什么跳那么好，然后那么拔尖，然后日本的老师也会邀请你去参加他的 showcase。然后慢慢的就被他们认可，一好百好。对，当被他们认可，你就会发现环境，你被认可了，你整个环境就打开了。所以其实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语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就是你能够 say hello。英语来说的话，就是能 say hello。那你去的同时，就是白天去50练舞，还去学日语吗？是白天去日语学校，然后日语学校下课之后，晚上去50练。6点之后，6点到12点在舞室，然后早上9点到6点在那个学校。那你的收入来源呢？家里支持？收入来源是周六，比如周5、周6其实不会去学校的，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开个班，然后可能教一些中国人或者教一些日本人，我们在跳舞吗？对，我们租一个教室，我觉得我们还蛮聪明的，就租一个教室，然后我们就招一些学生，我们自己发海报，然后自己出，我们有一个中国人的团队，小团队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教课，可能会有一些收入，然后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义务劳动，但其实是有一点点报酬的，去发一些传单，或者去宣传一些东西，都做过。但我觉得男生一定得有这些，就是社会的。要吃过社会的苦，社会的鞭打，对，才能尝试体验就是社会的体验。OK， 哇，这个好棒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说经历分享，荣幸啊！这个 vlog 请大家看100遍。100遍。好，想听听吴海和河马影业的故事，是什么契机成为了河马的艺人？我觉得很巧，我在要成为河马影业，就是要签约河马影业之前，我跟自己说，我说我不会做这一行。你是不想当演员，还是不想当艺人？我是不想进娱乐圈了啊，就是我都不想做。是因为他们当过你的学生，你大概知道过他们的一些生活吗？是因为我突然有一天觉得我之前已经过得很苦了，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在学舞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一直是从去日本到回到中国，然后一直上节目之前这段时间，其实我基本上除了节假日，就春节这种节假日，我每天都在工作。包括我是舞蹈老师的状态，我可以1个月飞8个城市去教课或者是去做活动，做舞蹈相关的活动，我也基本上是这种状态。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好累啊，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因为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这类的节目，因为今年有好多这种节目，然后我都拒绝了，我都对他们说，我说我决定我不会再参加这样的节目，我也不可能打脸，所以我说我爱打脸，我真的是下定决心。然后我在上海租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因为我以前在上海租的房子是临时的房子，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外面飞，所以我不想租一个大的房子，对，浪费房租，然后浪费时间嘛，要去布置，然后我就把那个房子退了，然后我就租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房子，然后自己过得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像生活一样，然后我希望我能在上海更像生活，我不希望每次我妈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就过得并不是我骗她我过得很好，但我过得其实很不好，就是那个房子，我如果真的让我妈看到，她会很难过，所以我就租了一个很好的房子，然后把所有的家具全部换新，全部打理好。突然接到一条信息，包贝尔在找一个男团，你要不要去？
然后我就那么一瞬间，我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人。就即便我好像表面上说服了自己，我要停下来，我要好好的在我的这个行业做到顶尖，我就 OK 了。我是那个，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不需要，不是那种很想要再跨越的那种人。但其实我发现我不是，我本质上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放弃太多机会的人。就是当我知道有个机会在那里，我会很难受。所以我接到那个信息，马上包总就加了我，然后其实也没有说多少，就说你飞趟北京吧。我第二天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我就飞北京，我就直接就去了，然后当场录取。我当场对，然后当场谈完之后，我当场就下定决心，我说好啊，那要不我们就来做一做吧。然后把上海的房子退了。刚租的大豪宅，我其实在那边就住了1个月不到，然后你可能还交了拿不回来，对，气死了。小海能透露一点影视方面的工作计划吗？影视方面的工作计划，好像反正在路上吧，就是不能说了。好，对。下一个 cover 作业会不会是新歌或者新舞？会啊，就大家就可以 cover 起来了，马上就要发了嘛。然后最近我看到有我的粉丝把我的舞都扒下来了，真的蛮厉害。好，问你可不可以吃播？想看你干饭。看公司同不同意吧，毕竟我也不能吃什么东西。OK，还有朋友对于小海的这个重庆口音表示非常的欣赏，然后想让他读一读平翘舌音不利索的绕口令。有吗？然后我就非常用心的帮大家准备了。真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你好狠！你要不要试一试？是你的问题，我跟你讲。是我的问题吗？来，平翘舌音是吗？从哪个？我们有3条啊。第一个是吗？第一个。哇，隔着窗户录完这个，韩老师就可以下班了。隔着窗户撕字纸，一丝横吗？一丝横字纸，一丝横字纸，再撕竖字纸，横竖2次撕了44张湿字纸。是字纸你就撕字纸，不是字纸你就别胡思乱撕一地纸。可以，还是可以。这2个你选一个吧。第二个吧，第2个难一点。这个难一点是吧？这个好。来了，大招来了啊！终极考验来了。这个好难，这个巨难。山前有44棵柿子树，到位了。好，山前有44棵，山前有44棵来，我来，你可以吗？山前有44棵死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是。无海绝不认输。这个好难。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你看我都会读。死色，对，死色，对吧？山前有我再来一遍。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后的44。有机会大家自己试。这段给我剪掉。不可能。这个重庆人不容易啊，真的好难，不容易，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然后海老师确实也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的人，之后有机会我也再多跟他聊一聊他的这些经历啊。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歌迷朋友们说的话来传达一下？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感谢当然另外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就可以了。好，很朴素的愿望，那就是海老师的祝福也传达给大家。那我们下一期的 vlog 再见啦，谢谢小海，拜拜。